Hello， 大家好，我是崔眠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亚洲命理大师2026年预言，最剧烈的一次能量翻转即将到来。在东南亚的玄学圈里华人世界里命理界最著名的预言家呢，就是郑伯健。如果说谁最早提出2026年是文明转折点这一论述呢，那么马来西亚的郑伯健呢，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名字。他出生于马六甲，是一位身兼风水师、命理家、企业顾问的文化研究者的复合型人物，长期呢往返于吉隆坡、新加坡、香港与台湾。他的名声呢是来自于他对3元9运能量场文明周期的研究，并结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与经济周期而形成了一套具有跨科学色彩的预测。他曾经在新加坡的国际会议中心吉隆坡的国会大厦呢都演讲过，而上海的浦东新区的产业论坛多次受邀担任讲者。而且在2014年到2023年期间呢，他反复提到人类文明将在2026年呢迎来最剧烈的一次能量翻转。这句话呢被许多人视为是玄学式的神秘预言，也有人视为是某种大历史观的变化。而当世界在2020年之后进入混乱、撕裂、科技暴走、极端气候与政治对抗的漩涡之后，郑伯健的预测被越来越多人拿出来重新思考。要理解他的预言呢，不能只是把它当成是风水或者是命理，而要放回更长久的历史的时间线中。因为他所谓的2026年呢，并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数字，而是根据一个文明运行的节奏而推演出来的结果。这个节奏呢，可以从古代开始说起，因为中国古代的易经、河图洛书、黄极经世，到宋代呢大衍之术提出的历史以周期运作。明朝的刘伯温更是提出天下300年一次旺衰。而在西方的柏拉图呢，大年周期、波朗奇的文明周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提出过相似的概念。那到了现代呢，康德拉季夫、熊彼特、尼尔弗格森等历史学者呢，也在不同的角度提出过科技与经济呢每60年会出现一次断层。所以郑伯健就将这些东西整合，再结合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华人文明的链条与 AI 时代的科技加速呢，推演出了2026年是巨变的一年。他就指出呢，2026年是火运翻转之年。火呢则代表着爆裂、重组、智慧、冲突，也代表着旧系统的高速瓦解。他曾经在2018年新加坡的演讲上就说火运不是灾难，而是更新。在更新之前呢，必定会燃烧嘛。所以这句话呢，与历史又相呼应。因为每个时代真正的大变革呢，都是发生在大火之后。例如1666年呢，伦敦大火之后英国帝国崛起。1789年呢，法国的大革命跟后现代的民主制度诞生。1945年呢，二战后美国全面的崛起，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97年呢，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呢，东南亚经济秩序重整。2008年呢，金融危机后全球科技巨头迅速崛起，比如说苹果、亚马逊、谷歌等。所以大火之后呢，才有新世界嘛。所以郑伯健就认为2026年呢，就是文明的燃点，同时呢，点燃3种火，一个是科技之火，一个是政治之火，一个是自然之火。先说科技之火他的预测最受关注的就是 AI 嘛，所以他就认为2026年呢，将会出现人类首次无法完全掌控的 AI 事件。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回顾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呢 ，AI 就被正式的定义了。在1967年呢，美国军事部门开始研究自动演算系统。1980年代呢，专家系统开始出现，但仍属于静态嘛。到2012年呢，神经网络呢代表深度学习的革命。2017年呢，变形金刚类似的模型问世，为生成式 AI 开始奠基了。到2022年呢 ，ChatGPT 问世，然后开始全球巨变。2023年到2025年呢 ，AI 迅速渗透医疗、金融、法律、军事、教育。所以科技加速度的定律就告诉我们突破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正如库茨威尔所说的，人类会低估未来10年科技的力量。而马斯克呢数次警告AI 监管呢要比核武呢更急迫。所以郑伯健的2026年的预言呢，并不是科幻，而是基于加速度的推论。所以他推测呢，2026年可能会出现全球第一个 AI 造成的严重后果事件。例如 AI 会自主生成金融式决策造成股灾、闪崩等等。AI 介入司法造成大规模的错判或者是 AI 的军事系统演算法呢判断错误而导致国际冲突升温嘛。所以他就认为会迫使世界重新制定 AI 的国际法规。
就像二战后呢重新制定核武不扩散条约一样。然后就是政治活了，在他看来呢，2026年是全球权力重新排列的一年。他就提出呢，世界将会进入三极格局，而非过去美国的单极或者是美东对抗的双极。他认为至少3大力量呢会在2026年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一个是仍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美国，但内部呢撕裂严重。第二个是以东大为中心的东亚制造链与科技大阵营。第三呢是由俄罗斯、中东能源国家与部分的东欧势力而组成的资源集团。他说这与历史是惊人相似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英德俄形成了三角制衡，而冷战后的1990年呢是美日欧形成的三角竞争，而2010年呢是美国、东大、俄罗斯再次形成势力平衡。所以郑伯健呢就将2026年呢描述为三角定型的年份。而历史告诉我们呢，三角结构呢通常意味着紧张、僵持、摩擦。就像1905年到1914年的欧洲嘛，真正的大战呢未必爆发，但是多点冲突呢会同时升高。他就举例呢，2024年到2025年呢，俄乌冲突延续，海峡局势呢成为地缘焦点，中东能源安全问题呢升级。而2026年呢，将是这些冲突能量积压到顶点的一年。在政治层面呢，他也观测到素人领袖开始崛起，这与之前宇哥讲过的辛普森预言不谋而合。例如泽伦斯基呢从喜剧演员成为总统，阿根廷的米雷伊呢以极端自由主义崛起，法国的马克宏呢以非传统政治党而出身的，美国的川普呢是打破政治精英的结构上来的。所以郑伯健就认为这反映了全球民众对旧制度的失望。而2026年呢将是全球政治全面去中心化的一年。他也特别的提醒东南亚的变局，比如说马来西亚呢在安华上台之后会进入政治重整期。新加坡的李显龙卸任后呢，这是李显龙后的新时代的开端。而印尼呢，佐科威任内推行了迁都计划嘛，这将成为2026年的地缘的亮点。泰国呢，军事政府与人文政府之间开始摇摆。东南亚的政治形势呢，正因东西竞争而重新定义。所以郑伯健在2023年的演讲中他就说东南亚将在2026年起呢，被动的地缘变成主动的地缘，这就意味着其影响力因全球供应链重组而增强了。再说到自然之火，他认为呢，地球正在进入自然能量校正期，而2026年呢，正是校正的一个峰值了。他引用说2016年到2025年的极端气候资料，他就指出地震活动、火山活化、海温升高、极端的干旱和水患呢都在上升。这并不是预言，而是科学数据。他就举例说1815年呢，坦布拉火山爆发造成全球无夏之年。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呢，美国人口向东西两岸分布。1991年呢，皮纳图博火山爆发而造成了全球气温下降2年。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之后影响全球供应链。他就认为自然界的能量校正呢，在历史上常与文明的转折同步发生，而2026年呢，恰好是这种校正的最大正点，这将影响全球粮食、能源、海运。他强调自然之火呢，不是惩罚，而是地球回到平衡。那最震撼人心的是郑伯健对经济循环的判断。他早在2019年就提出2026年是全球破底期，而这不是普通的衰退，而是结构性的衰退。他将历史做了比对，他说1929年呢，大萧条造成美国经济重塑；1973年呢，石油危机让全球能源结构改写；1997年呢，亚洲金融风暴呢让马来西亚冻结外资，韩国 IMF 接管，印尼苏哈托倒台。而2008年呢，金融危机让全球进入了零利率时代。所以他就认为2026年的经济震荡会比前几次更复杂，因为这次不是金融本身，而是金融、科技、地缘政治、人口、能源这5种的叠加。所以他认为2026年会大量的淘汰旧的产业，像工业革命之后的马车夫消失了，2005年的底片公司柯达破产一样。他特别点名呢，传统的零售、旧型的制造、缺乏科技整合的物流都会被 AI 取代。他也提出2027年呢是大反弹之年，因为火运结束之后呢，就进入了土运了，就象征着重建落地。所以他就指出呢，3大新兴产业呢将会在2027年到2030年全面爆发。他说 AI 商务与智能家庭科技、生命科学与延寿医学、
新能源包括可能是核能融合呀、氢能、AI 优化的能源管理等等。如果说2026年全球变局是由科技、政治、经济和自然共同推进的，那么东方文明呢还会再加上一个视角，那就是地脉与风水了。他说这不是迷信，而是古代的地理能源学的一种解读方式。中国人讲龙脉嘛，欧洲讲地脉，印第安人讲的是地母之气，日本讲的是地势气场。不同的文化呢对这个概念都有自己的语言。而郑伯健在谈2026年时呢，常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国运由天时、人事、地脉三者来决定的。而2026年呢，就是天时变、人事乱、地脉动。因此呢，要理解2026年呢，不能只看国际政治，还要从地脉的格局判断哪一个国家在这一年顺势而起，哪些国家呢逆势而动。所以以下呢是他与东南亚的风水界地理学者讨论过后2026年的主要国家的地脉分析了。他说你会看到真实的地形、历史与命理之间其实是有着比预言更深层的逻辑的。第一个，比如说美国，他说地脉庞大，但裂缝也巨大。他说美国的地脉结构呢是源自于3条核心的地缘线：落基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从风水上呢，他说美国是一个山海交错、地势如虹的国家，而华盛顿特区呢是位于整个东部龙脉的汇聚点。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到21世纪呢成为了世界的中心的原因。而2026年的地脉分析就指出了美国面临的3大问题。第一是东西能量线不同步，美国的东岸的纽约、华盛顿呢是旧的能量中心，西岸呢加州、西雅图是科技能量中心。但是2026年呢，两者的能量呢会产生断层，所以郑伯健就指出科技之火旺于西，政治之火旺于东，中间无法相接。第二是美国的地脉进入了火炎土干，西岸呢是干旱、森林大火、气候异常，其实反映了地脉进入了火燥之局嘛，火旺土焦，象征着内部撕裂、对立强化。也难怪呢，近几年美国民主与共和之间的裂缝呢越来越像2个国家了。那第3个点呢，就是龙脉呢向南移，而美国真正的新兴能量是来自于南部，德州、佛州。而2026年之后呢，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布局呢会逐步的南移，这也就是为什么科技公司、移民人口呢都在往南走。总结来说，就是美国2026年的风水局势就是能量强，但是内部的分裂严重，不会崩但会乱。第二个，他说到了东大，他说东大龙脉旺盛，但是进入了收敛重整期。而东大的龙脉呢是源于昆仑山，延伸至了喜马拉雅山、秦岭、太行，最后落于东南沿海。这条东亚大龙呢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地脉链，而首都呢正是位于龙脉的节点。上海在龙口，深圳在龙爪，香港在龙穴。所以郑伯健就指出呢，东大在2026年的地脉运势呢是有3个关键点的。第一个就是龙脉进入了整合期，近10年呢，东大是由外放扩张而转向了内聚整合，风水学称之为龙息回收。这种时期呢，外斗少，内整多，象征的国家呢是由扩张而转向了巩固了。所以2026年的东大不会乱，但会内部调整比外部扩张更重要。第二点，他说是南方火气强，比如说珠三角、长三角呢，在2026年前后仍然是东大经济的主要活力源，尤其是深圳，在风水上视为是火龙破海之地，最适合科技业，这就符合现实。而东大的科技创新的确都是聚焦在了华南与华东嘛。第3点，他说是北方土气深，他说首都的重要性并未下降，但性质开始转变了，从火型扩张呢向土运生成，代表着政策、制度、文化传承呢都更重要。所以2026年的东大风水总结就是稳大内聚，不会爆但会沉，不是衰退而是后实化。第3个，他说是日本，他说日本的地脉震动呢是最频繁的国家，在2026年呢属于强震重生之象。所以日本的地脉非常特殊，它不是一条龙脉，而是多龙互断。他说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呢各有其地脉，但因板块交界呢，日本天生火能量极强，所以地理学称之为地震频发，风水称之为火龙耀动。他就说2026年的日本的地脉有3点。第一，就是日本在火运年被点火，日本是处于太平洋的火山带，而2026年呢是火性翻转年，所以日本呢势必会受到影响，可能表现在自然、政治、经济的任意方面。
第二就是日本正式进入能量释放期，就像2011年的大地震呢，不只是自然事件，也是日本国运切换的节点。所以2026年呢，被视为是下一个能量的释放点。第三呢，就是日本未来之运呢，在科技，比如说东京、名古屋、大阪的三角形被称之为科技金三角嘛。风水属金火相生，科技业呢越发达越能稳住，所以他就预测2026年的日本呢波动大，但是科技会带来新生，危机与转机呢共存。第四，他说是韩国火太旺土太薄，2026年呢是最容易烧过头的国家，因为韩国的地形像是一把插向海的火箭，文化性格刚烈，经济高度呢依赖单一产业科技制造业。火箭的格局在火运年会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越烧越强，第二就是烧到土都焦了。土一焦呢，就会有社会对立房价问题年轻人的焦虑等等出现。所以这魔剑就说了一句话，是韩国是火走偏的国家。而2026年的韩国呢，亮但不稳，强但易碎。第五个是俄罗斯嘛，他说地气够厚，但冲突呢耗运，所以2026年呢为消耗期。而俄罗斯呢是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陆地龙脉，从乌拉尔山延伸至西伯利亚，是土龙巨兽，这就代表着俄罗斯的国运呢稳耐慢，但缺乏灵活性。而2026年呢，俄罗斯的地脉状态呢，第一就是土过重，火难生，冲突呢伤的就是火气，所以一个国家没有火呢就很难改革。第二个就是龙脉未折，但被消耗俄罗斯不会崩，但会疲软。所以他说2026年呢，俄罗斯是属于拖沉耗但不倒。第六个他说是印度属于火龙大旺，是2026年最强上升国，因为印度的地脉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火土相生，是典型的火龙升天格局。而2026年呢，火运最旺的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东大，而是印度。原因如下，他说第一就是印度的整个国土属于火土结构嘛，在火运年反而得势。第二就是年轻人口结构强，代表着国运阳盛。而第三呢，就是美国、日本、欧洲都扶持印度成为供应链中心。所以郑伯健就说呢，2026年的印度就能像能量火山口一样，所以2026年的印度是爆发、崛起、上升，是全球最亮的火。而第七个是东南亚呢，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他们都属于地脉齐动，是世界风水宝地。东南亚的地脉呢被称之为水龙盘珠，因为海湾岛链洋流复杂，能量呢属水火交融，所以2026年的东南亚呢将因供应链重组而被全球看见。他说新加坡是财富龙穴，所以新加坡呢位于水口聚财，全球呢最稳的财富龙穴，也是最稳定的国家嘛，亚洲，所以资本涌入最明显。而马来西亚呢是龙身转世，大龙转身之地，龙势呢是由柔佛穿向了吉隆坡，所以2026年呢是重新上升的年份，尤其是制造业呢和穆斯林金融业。而印尼呢是水火大熔炉，印尼迁都就象征着国运重启，而印尼的火龙气呢会在2026年爆发。泰国呢是水火焦灼，泰国地理美，地气柔，但是政治弱，所以2026年呢运势不稳但不衰。第八个他说的是欧洲，欧洲最强就是英法德嘛，他们属于是老龙气衰，但是文化根基深，不会崩但会弹。他说2026年的欧洲呢是弱慢内耗，但文化底子呢太深，不会乱套。第九个是中东他说世界火力的中心，所以2026年呢能量是最复杂的地区。那中东是典型的火土之地，石油等于地火，沙漠等于土干，所以2026年的火运年呢，中东会变成世界的焦点。沙烏地阿拉伯火旺生金，经济转型加快。阿联酋呢财富龙穴很强，伊朗呢火过旺，摩擦增强。中东呢会在2026年是全球能量的中心，也最容易出现冲突的地方。所以最后呢，郑伯健就说在2026年他眼中并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文明开关机重启的瞬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灾难不是灾，而是改。所以2026年呢是改变之年，人类呢会更分裂，也会更觉醒，更焦虑，也会更追求精神，更混乱呢也更渴望新秩序。而旧秩序崩塌呢，新价值会诞生。所以他甚至预言2026年之后呢，人类会重新追寻存在的意义，精神与灵性的议题会回潮。这与疫情后呢全球的心理学研究结论呢相符。
因为在高压时代呢，人类自然会回到对生命本质的提问。2026年呢是火烧的年份，但也是重生的年份。真正的问题呢，不是世界变成什么样，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好已经成为新的自己了。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